好，嘿嘿，民众党的新不分区立委啊，李珍秀闹了好几天了，到底身份是怎样？卓荣泰说，国基法本来是说两岸条例啦，为什么呢？两岸条例是特别法，国基法是一般法、普通法，所以法律上从轻从宽，这是一个；另外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你照理讲，为什么要定个两岸条例呢？就两岸之间不是，就像说为什么这个对两岸我们搞个陆委会呢？就放到外交部好了。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外国嘛。哦，虽然赖清德口口声声什么境外敌对、什么势力的，它不是外国嘛。哦，如果你真的把它当成外国，我就两岸就开战了啦。哦，所以谁也不敢把它当成外国，所以叫做陆委会、海基会。所以它是两岸的关系，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是我提出来立法，我先提出来的。那你现在是要依国基法，那问题就来了。哦，就是现在问题就来了。哦，然后内政部说不排除送宪法法庭处理，民进党团发公文要韩国瑜说明。哦，那另外呢说呢，刘世芳说内政部未来不会提供他调阅机密的文件，如果要各自也不会给他。李珍秀就说不要把民生议题用密件来拒绝，我不会跟你要什么，你内政部有什么密件呢？我在内政委员会还当过召委那么多年，我内政部有什么密？国防部都没有什么密，外交部没有什么密啦，密鬼打架骗人，好吧？如果他真的密，他也不会给你看啦。为了不让李珍秀为难，陆委会很会讲话，他说他所知用最严格的条件处理，为什么是不让他为难？他为什么难呢？而是保护他啊。所以黄国昌就说，这个刘世芳以前我咨询问 A， 他就答 B， 哦，践踏民主法治，民进党政府才是台湾最大的危机哈。那另外呢，林楚英说，他当选前有中国户籍，为什么发当选证书？中选会凭什么发给他？中选会是你民进党，主委是你民进党的，你为什么发？你问中选会啊？那另外呢，管碧玲就问说，李珍秀是大陆，他讲了李珍秀女士的国家，讲话都很难听的。就李珍秀女士的国家就讲中国了，用2艘海警船进到东沙24海里骚扰我们，让我们的海巡署呢人员一夜都没睡觉。哦，如果你的李珍秀站上咨询台，要怎么面对这个问题？你的国家，那将来你的国家战斗机又过我们的中线，你的国家，哦，所以呢，我觉得李珍秀回答也不错。李珍秀说：“你提质疑，如果我站上内政委员会的咨询台，我会正式请管碧玲说明，目前针对中国海警灰色地带的行动，你要怎么处置？我怎么处置？你要怎么处置？你是海委会啊，你要怎么处置？你说，我看一下。”行政院长卓荣泰停下脚步，首度回应陆配民众党立委李珍秀为放弃大陆国籍一事。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更要依照中华民国法，我们一切以国籍法的标准来完整认定是不是具有国会议员。搬出国籍法表达政府态度，但到底还能不能当立委呢？因为李珍秀日前秀出退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籍申请表，却遭到大陆拒收。确实如他讲的，他要飞回去。那因为他也讲了，他忠于中华民国，所以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些行为是值得赞许的。不过话锋一转，陆委会也要跟进内政部，因为部长刘世芳喊话，对李珍秀要所知密件以上资料将不提供。他手上如果拿到什么样的资料，对方如果要他提供，这样的勇气不提供，不想要让他处于一个为难的状况。我们也不能够陷人于罪，所以对于他未来如果立法院还是让他继续担任立委的话，那我们对于他索取的资料等等，我们会有最严格的处理。强调是为了保护李珍秀，梁文杰语句中满满酸味。还是好，这个就很明显嘛，就是一个操作。到了选举年呢，民进党啊不抹红，不打中国。不打中共啊，他就不会选举了。我想我从法理情3个面来讨论李珍秀委员这个问题哦。依法哦，不管是在宪法的架构下面，或者是两岸的这个宪法征用条例，本来中华民国就有2个地区，一个叫自由地区，一个叫大陆地区。哈，那现在也包含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里面都有明文的一些规定哦。但是现在民进党完全就把这个法理
推翻之后，然后来只论述国籍法。那我请问哦，如果是这种道理的话，那你陆委会要不要废掉？你陆委会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嘛，就没有存在的这个意义了嘛。好，这是第一个，在法的观点来讲哈。第二个，在理的观点来讲，李尊秀委员已经不止一次讲过，他有试图回到大陆、回到中国那边去，想办法把他国籍的问题解决。可是，一样，对方的法律也有它的框架，也有它的限制，所以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连陆委会都讲，他就是没有办法拿到这个消除国籍哈，这个证明书哈。所以在道理方面，他没有理由。他今天已经在台湾生活了这么久了哈，他也获得我们民众党不分区的提名哦，他本来就很想要在当委员，然后为这块土地做事嘛，这他在道理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因为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拿得到目前国际法所要求的这个所谓的放弃国籍这个证明书，所以你要怎么样以这一条来要求他呢？好，以情的方面来讲，感情方面来讲，他在台湾已经生活了30多年，也落地生根了，小孩子也都在台湾，5个，对，有5个小孩，比我还多一个，所以到底你们都很了不起，到底谁敢说他不爱台湾这块土地呢？他不效忠中华民国呢？所以在感情上，他已经也表示了非常多次，他就是爱中华民国，他就是效忠中华民国。所以我这边必须要讲，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拜托请不要看个案哈。国籍到底重不重要？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难道如果是其他国家的国籍，他就不可能有成为共谍的这个危险吗？不可能有这个风险吗？一样嘛。所以如果只要这个人他认同台湾、认同中华民国，愿意为这块土地付出，我们就要把他当成家人、当成国人，不是吗？所以我最后回答最后一句哈，我觉得李珍秀委员的国籍没有疑问，毫无悬念，就是中华民国。老沈。是啊，我记得你是飞机的嘛？对，过去是机长，华航机长。所以你在地面上的时间不多嘛？啊，总会有4个小孩。我懂得把握时间，来把握机会。哇塞！我告诉你了哈。不，当然，老沈这话也有他的道理。对，连做机长的在地面时间少，都能有4个小孩，一般人要多生一点，对不对？就这个意思。我跟你讲，我开玩笑，你不要认真啦。我替你，现在少子化很严重啊，真的国安问题的。讲到少子化，我才是台湾少有的专家，你知道吗？有空你就专访我，我告诉你。你几个孩子？我2个。那叫什么专家？啊，不是，我是要如何让台湾的女人心甘情愿、死心塌地的生小孩。我有2招非常好的，你有空就访问我，你不访问我就是你没有诚意嘛。好，那我跟你讲哈，访问了你以后，如果台湾生育率没增加，你怎么办？我负责，我负责，我负责。你负什么责？你负什么责？对，好。我跟你讲哈，民进党就有一种个性，就不管是官员也好，民意代表也好，碰到两岸问题啊，精神来了。你看，马上变成战狼了，人人都是战狼。为什么？因为很容易表现，不用脑筋，不用想，就会讲一大堆，就会讲。但是呢，他们少的是没有另类思考。你一路让他登记啦，什么竞选的什么，一路跑到今天都已经宣誓了啊！你这个一路上，你难道没有错吗？你既然已经帮他宣誓了，你现在在修理他，你其实一路都在打你的嘴巴。但是我有一个讲法啊，他民进党可以很从容的、不丢脸的下台，就是当你讲到他们这些问题的时候，要称大陆。你要称大陆为什么？是对内嘛，你就好像老共都台湾当局，对不对？台湾问题，他有没有讲台北问题？没有啊。他有没有讲台北当局？没有啊，都讲台湾当局。所以台湾那个时候就出来了。但是呢，真正要处理台湾在国际上的问题，就中华台北文经办事处。所以有的时候台北，有的时候台湾，老共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当我们在处理这个时候，讲到对方是大陆，国际法不适用，就好了，对不对？因为大陆怎么是一个国家呢？不是说我看不起大陆，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特有的设计嘛。我们现在状况，对啊，没错了。所以当你这个处理这个李女士这个陆配的委员的问题的时候，你通通讲到大陆就没有国籍问题了，不是这样吗？是，你看它再简单不过，我这子说化繁为简，厉害不厉害？民进党就是设里内任，只敢搞大内宣骗台湾人。我就讲啊，民进党真的有本事，你现在欺负李珍秀，欺负一个陆配，你真的有本事，陆委会裁撤，对，并到外交部，你做啊，你做，
我支持你做，不要陆委会，就放到外交部处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务，你为什么不敢？你宣布台湾独立啊，你就宣布嘛，我不要中华民国，你宣布。哎，主持人，你不要讲这个，我跟你讲，我告诉你，他不敢嘛。不是不敢。民进党团如果私底下开会提出你这个建议的话，你觉得他们赞成还反对？赞成。那赞成就做啊。民进党团绝对赞成。那就做嘛。是谁挡下来？绝对不是民意代表挡下来。你不管谁挡下来，美国挡下也好，行政部门挡下也好，你有种就做嘛。那否则你扯了半天，你扯什么东西？就是因为没有种才少子化，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没种，就只敢欺负像李正秀这样的人，欺负人家，一点种都没有。休息一下再回来。又是。新竹市民调 TBS 做，高虹安支持度还是很高，50%。哦，如果选举哈，跟民进党的林志杰50比28。哦，未决定22，还有这就这个选举有78%的投票率就很高了啦。未决定大概也不会去投了啦。哦，大部分不会去投了哈。如果3个人再加上王婉瑜，哦，48，他只从3个人从50变48，28变25，王婉瑜只有6%。哦，所以呢，看起来高虹安是蛮稳的哦。虽然前阵子有这个司法的问题他每一个年龄阶段高虹安都赢，都领先。每一个年龄，尤其是40到49、50到59，但其实29、30也赢了。你看20到29还有51%，很高的。那另外呢，这个因为当年新竹市算是一个蓝白示范区了，国民党当时有提名林耕仁，也不错，但是因为总是只能投一个嘛，最后就蓝营等于我认为是自动弃保了，就投了高虹安。当时后来还是投给林耕仁的选民62%会投给高虹安，是很高的所以难怪整个加起来这么多嘛。另外，他助理费安已经甩开了，满不满意他当市长的表现？50%是满意的，只有24%不满意，所以这跟他那个选票的支持度几乎是一样的那另外呢，高虹安说市府团队务实看待这个5成的支持度那另外呢，这个林志杰说调查做法跟对比方式比较特殊了他不敢讲说民调不对了，但 TBS 都是这样做每个县市都这样做他就是这样做我们看一下。赞不赞？新竹市养护工程处暨数位发展处正式揭牌，组织再升级。复职后的市长高虹安，市政脚步没有停。2026新竹市长选举，国民党确定礼让。虽然高虹安还没表态是否回归民众党，但依旧被视为蓝白合的关键一区。至于民进党提名人选还没决定，现阶段阳明交大教授林志杰被视为最有可能代表绿营参选。根据 TVBS 民调中心最新调查结果，在高虹安和林志杰两人对决时，有50%的新竹市民支持高虹安，28%民众支持林志杰，另外22%尚未决定。我想任何的民调呢，对我们的肯定与鼓励，我们都非常的开心。那当然也代表着我们的市政团队大家的一起的一个团结的努力。在我们的市府团队大家的这个全力的拼这个政见的实现下，也确实落实了超过80%以上的政见。林志杰也表示，尊重各民调公司以及尊重新竹市民意愿，民进党一定会推选出新竹最有规划愿景也最有战力的候选人，团结台派朋友们来争取市民认同。而之前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玉也表示，认真思考投入新竹市长选战。如果王婉玉也投入，高虹安支持度48%，林志杰25%，王婉玉6%，显示目前王婉玉是否参选对整体选情影响可能不大。对这部分都还在持续评估、持续讨论当中。距离选举还有时间，对参选人而言是参考也是提醒。好，沈。我跟你讲高虹安这个民调实在很惊人，因为跟你当年的政治金童我必须称高虹安是政治玉女，因为你觉得你仔细去想，他哪一点厉害？其实没有他其实出来这个重新恢复这个市长的位置，这一段期间很短也没有做什么特别那个厉害的地方，竟然民调这么高。你晓得你常就喜欢讲说，他很小的时候，你抱着
啊，你抱过他，他爸爸抱他来，他爸爸把他给你抱，那你就现在就讲个不停。哪有讲个不停？我告诉你，是不是乱讲吧？我告诉你，我什么时候认识高虹安？你晓得，郭台铭要选总统，我那一段期间啊，那个暑假3个月啊，我起码去过郭台铭家里那个墙壁上有一只老虎的那个客厅，我起码去过10次以上，每次都2个小时以上。我在那个地方，郭台铭有没有听你的建议？看起来是有，但是啊，我回家他就又改了，所以就没有听嘛。对，所以啊，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认识高虹安，他好嫩啊，你知道，他真的是很嫩，什么都不懂。那后来不久以后，我们就同一个这个讨论会，那我们谈到这个郭台铭所面对的危机，我是讲到真正是很危险。你想高虹安那是真心诚意的这个佩服郭台铭。你想我们这个讨论会散了以后，我们要回家，高虹安趴在我胸上哭，你知道我的衣服都是他的眼泪，不过我回家把它洗掉了啊。所以高虹安这个是政治上是有天分的奇女子啊，因为她不怎么样啊，你讲比她漂亮的多的是，比她有魅力的多的是，比她会讲话的多的是，她怎么有这种民调？我再怎么想都想不通。所以他还没有判刑之前，那个什么体育场什么挖那个大秘宝什么，那是让新竹市民的印象很深刻了啊。就这样，而且他的团队用的都还不错了啊。哎，你怎么看？高虹安在政坛呢，真的是一个艺术哈。我跟他同事过这个1年多。平常讲，我是觉得高虹安啊，在现在民调之所以那么高啊，就是感觉上他是被打压的，人民的情绪上的一些反弹。很少碰到萨卡都啊，这种民调啊，会有那么悬殊的哈，各个年龄层通通都赢。我看过很多的这个民调里面，这个案子倒是这个例子倒是非常非常的难得了哈。当然，这个高虹安接着的选战应该会蛮顺的了啊，这个感觉啊，剩下就是蓝白的这个合作哈，我是觉得从这里面呢，也希望能够扩张到全台湾各个县市哈。这里面这个如同那个赵大哥你刚才讲3年多前的选举。林根人的选民啊，我所了解的就是自动弃保了啊，自动弃保，所以才会有今天这样子的结果哈。那我们相信民调，也尊重民意了哈。希望我们所有的候选人啊，都以人民为念，我是觉得啊，才是人民之福。委员，高虹安上一次选市长的时候，他得票是9.8万票，林根人是4万票。但大家还记不记得，高虹安其实不是这次民调，他在上一次大罢免的时候，其实新竹市民就已经对他投下一个愿意支持他的票。当时大罢免不同意票，不同意罢免高虹安票是12.4万，比他上一次自己选新竹市长还多了大概2.5万票左右。换句话说，其实他已经被新竹市民高度认同了一个这个市长。那我觉得有些原因来自于，首先他的确因为助理费的案子，被案子原本对他来说可能是个瑕疵，但也因为这样蓝绿白之间的问题，所以导致大家蓝白认为说他是一个政治恶斗下被牺牲的一个产物哦，所以大家都愿意去同情他，说是不是被过度的不正当比例的去被对待。那再加上他在整个过程里面，虽然这个被停权，那其实很多时候他没有这个很多的政治性的发言，导致其实不管邱成元这个代理市长，包含高虹安回来之后，对于新竹市政来说，他是完全的默默耕耘去建设所谓新竹市市政的。所以回到新竹市的部分，你看以目前为止全台湾所有的县市首长里面，几乎应该看不到哪一个人的民调是从20岁到60岁全面领先的，大家都有长板都有短板。但高虹安是年轻、中年到年长，全部都支持他，也代表说新竹市它不但是个年轻的城市，以及它是一个高知识、然后高这个学历的一个城市。它对于高虹安做的事情是没有这么多政治意识形态的。那从某种程度也代表新竹市民他们厌恶的那种政治斗争，觉得好好做事比较重要。所以他这一次选举，我觉得除了是蓝白河示范区再现之外，另外重点是给其他的县市首长去看到说，
今天只要把城市治理好，不要有太多政治口水的部分，其实市民朋友是会支持哦。最后补充一点哦，我原本以为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少子化办公室是一个拢员办公室，不需要。我现在发现，原来他们找错对象，没有找到对的主任哈。如果请这个沈大佬出任这个少子化办公室啊，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出生率又会再往上升。我绝对接受，绝对接受。我跟你讲，我有一句话哈，要向国民党喊话了。高虹安的例子，国民党不要一天到晚讲这是蓝白合，这个不算啊。因为高虹安遥遥领先，你国民党联合，你要合不要合都随便你了，立马是一直挂在嘴上说这个事，你看地利利了，所以我们有没有蓝白合？有啊，新竹啊，不算，这个不算。国民党要谦虚一点，这个不算。那爸，刚刚你讲，给你看看高虹安小时候的照片。哦，他爸爸抱着他。哦，看到没？那么小。我跟你讲，高虹安之所以民调高，我觉得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说，他其实市长做的还不错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选举是比对手啦。对，你对手到底强不强嘛？你比起来差太远了嘛，他就突出了嘛。然后对手也很强，他就不会这么高。主要对手是弱嘛，才会有这样子的。哦，一方面他自己这个之前的政绩，另外呢，他不在的时候，他那个副市长邱成远也做得不错哦。然后再加上呢，这个对手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也表示新竹市民对于司法打压他的抗议了。你们这样子对他，这样子整他，对不对？所以我就用选票替他平反。其实就这么简单嘛。来，这个佩君，没错，这个新竹是科技城哦，那选民的结构其实蛮特殊的，高学历、高收入，然后务实导向，所以他们不会理会传统的那种意识形态或者是一些动员，那他可能在意的是这个执政的效率，然后还有治理的城市的过程。那民进党过去这一年对高虹安的攻击，其实主打就是这个司法的阴影嘛，人格战。可是民调看出什么？新竹市民完全不买单啊，那反而就像赵大哥说的，他们认为用民调的支持可以还高虹安一个公道，所以代表抹黑战在科技大城其实是没有用的。选民不是不知道这些争议，高学历、高知识人这个讯息新闻都很流通嘛。可是显然两相这个权衡之后，他们更在意这个人是不是可以把市政表现跟让大家的生活得到改善的。那我觉得更特别的是，这是一个目前第一个蓝白示范的蓝白合作的示范区哦。那国民党礼让，然后白银主战，看起来选民是接受的哦。所以结果出来了，我认为现在新竹看起来可能是2026这个蓝白合作的教科书哦。所以民进党如果还想要靠这个标签抹黑战，然后想要在2026这个拿下胜利，我觉得会在更多的城市踢到铁板。那民进党尴尬的事情是这样，其实他们现在是靠着提前提名的策略，想要让大罢免这一张大失败赶快翻篇。因为你去看2022的提名哦，很多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清明节前后，甚至还有8月才提名的。现在农历年都还没有过，但基本上大部分都提出来，只剩几个什么台北啊，然后桃园这几个还没有提出来。可是你两相对照，你更可以发现一件事，这几个城市就是更提不出人的。所以现在即使他们想要赶快把大罢免大失败赶快翻篇，让大家去讨论这个集中火力讨论2026的选举前景，而不是沉浸在这个低迷的罢免失败氛围。可是有几个城市就是提不出来。那民进党如果不去务实的面对，为什么在这边没有办法得到中间选民的支持？显然，我觉得刚刚前面几个议题讨论下来，执政的他们是还没有看出问题在哪里啊。老沈刚刚讲的没错了啊，就是新竹市其实上次选不能说是蓝白合作了，因为你国民党有候选人嘛，对，你怎么3个怎么叫蓝白合作呢？哦，只是说蓝营的选民后来看情势，有一部分去投给高虹安，这是有的哦，就转移了哦。那我相信这次国民党在新竹应该不会提名才对了，对啊，不会再提名，顺水人情，不会提名，那就可以就是蓝白合作支持你嘛，也不算，就像可以算了，我就再提一个人也是让你很伤脑筋，何必呢？就是那就不会嘛，就像上一次台北市有蓝白合吗？民进党提了一个黄珊珊呢，对不对？那固然后来蒋万安拿到很多票，黄珊票不多，你也不能叫做蓝白合作，他没有合作嘛。但这次如果民进党不提名，就像黄国昌讲的，各县市我们最多只有2组候选人，就是蓝白跟民进党，不会有3组候选人了。这样子的话，整个大原则来讲，它就是蓝白合作。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英系有9个人要选台北市议员，所以呢，庄瑞雄、王世坚又陪同登记。王世坚前天才陪了3个议员啊，有男有女了。庄瑞雄现在又搞了9个
小鸡活蹦乱跳，说哇，有王世坚坚哥啊！王世坚笑着说：“我不是母鸡，我是公鸡了。为什么母鸡呢？啊，那陪大家登记可以写进族谱，我这家族的光荣啊。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有3大派系参加初选的登记，那王世坚似乎变成最强的，他说不是母鸡啊，公鸡啊。高嘉瑜也去登记选议员，高嘉瑜选过议员，表现不错，后来选了立委。”哦，然后呢？后来现在呢，要再回来选议员。王世坚刻意回避他，高嘉瑜一直喊坚哥啊，坚哥啊，王世坚不跟他在一起，因为王世坚陪了3个其他的议员嘛，哦，这是奸系议员。王世坚说，以为高嘉瑜选市长，怎么来跟我们抢议员呢？哦，那另外呢，桃园议员初选，王义川带着郑国会的指示兵去登记，在台北跟桃园，民进党的烦恼是没有真正的母鸡，所以一般讲母鸡就是市长候选人。台北市到现在没出来，只有一个吴怡农要出来，其他人都躲起来。那吴怡农要出来，他们又不要他，哦，那桃园呢现在也不知道谁，哦，所以呢，反正是王义川带了郑国会的指示兵去登记。那另外呢，桃园议员呢挂总统、副总统，因为现在没有市长啊，就挂总统、副总统的看板啊。那另外呢？这个吴思耀也跑到桃园去帮桃园市议员去增加知名度。那么台北市议员呢，挂了蔡英文的这个相片啊，我刚刚不敢点，我说是蔡英文吗？这以前的相片了啊，所以呢一起拜年，所以现在都是找总统、副总统或是其他的大牌的立委来壮声势。我们看一下。加油！坚信加油！被议员洪建义叫到不好意思，民进党立委王世坚带9位英系小鸡领表登记初选，但又被立拱当北市母鸡。不是，我绝对不敢。我是雄性，我不是母鸡。我们人才太多了，像今天在场庄瑞雄委员，就是先前我推荐过的。王世坚委员他客气了哈，推出来的人选不会是阿猫，不会是阿狗，一定是大家让他眼睛为之一亮。小鸡今天就活蹦乱跳了，母鸡跳出来以后，外界一定哇哇叫。只是2天前，在北市党部同个场景，前立委高嘉瑜回国选港湖，平时和王世坚交情不错，两人却在楼上楼下没有见面，难道是王世坚巧妙避开吗？毕竟王世坚同台的英系小鸡何梦话要选港湖，那我绝对没有刻意要闪避他，我到现在都跟未来都会是他的好朋友。他就像一只小鸟，一只快乐的小鸟，他就想每天唱歌啊，娱乐自己，同时也娱乐大家。英系端出王世坚陪同登记，永延会的小鸡则派出艺人杨烈，加油加油加油！动算动算动算！新潮流则是由大佬段宜康率领，各派系登记找大咖来助阵，进入初选免不了一场激烈厮杀。老沈，如果你陪高嘉瑜去，对他是好还是坏？你晓得哈，你是后知之明，我私底下问过高嘉瑜好几次了，我问他说，我去陪你，好不好？你觉得有票还是票会减少？没有票，他不是，他没有办法给答案。人家是给你面子，你就是这样急躁啊！我跟你讲，我本来我本来是要批判高嘉瑜，我现在要批判你了，你知道吗？我又不登记。因为高嘉瑜下面讲什么？他说他不知道得还是失不知道。不过他说我在选举过程中，如果你要来，绝对欢迎。你看他哪有你那么多心机？人家欢迎就是你自己要试好歹，到底去不去啦？不是我跟你讲，人家怎么能说你不要来？不是我告诉你，我要先讲英系的，英系竟然这么还来了10个这个候选人，少有的现象啊！蔡英文总统卸任的，竟然你的系还会这么动能这么大？你像阿扁卸任以后，扁系怎样？扁系就没了，对不对？你看你一个英系这么大。而且动能这么强，你难得着急，难怪不是，难怪让赖清德着急心里不舒服当然嘛。好，我现在要特别讲高嘉瑜跟王世坚2个人的互动。高嘉瑜是个好女孩，
没有心机，蛮单纯的啦，嘻嘻哈哈的，喜欢唱歌，他是好人，你知道吗？但是好人大家都欺负他。你看他平时说讲到市长候选人，他会讲坚哥啊，他讲是有道理的，他是出于一番善意跟善心。他就说现在你看这些候选人里头，还是坚哥最有影响力啊，他一呼百应，起码票不够，但是起码可以带动声势。他是讲真话，但是坚哥一天到晚讲谁可以选市长，一定把高嘉瑜放进去。他坐在我旁边，我说你们能给我骗去，一起来给你两胜哎，你知道吗？好，那高嘉瑜以为我喜欢讲人家的坏话，其实不是啊，我看人比较准。现在要登记了，高嘉瑜去登记了，那个王世坚的马脚都露出来，因为王世坚带着人啊跟你同去，他说啊你怎么选这个？你要去选市长啊，这个才是他的真心话。你真的为高嘉瑜好的话，你应该是一路叫他选市长，或叫他选议员，你不会改来改去，你为高嘉瑜好，帮他选一个最好的路，不能拿高嘉瑜的有限的未来，这个已经受糟蹋的未来拿来开玩笑。我跟你讲，我做结论了，高嘉瑜是好人，我还为他吃官司哎。但是高嘉瑜有一个很大的缺点，高嘉瑜我们讲谁是渣男，你知道吗？弄好拍查甫骗去啦，你知不知？好了，你觉得王世坚选市长好不好？我觉得up to him， 这个不过他选，我不会不高兴。好吧，怎么看？王世坚，我所了解，现在在民进党里面啊，在台北市是人气最高的一个。但是他跟蒋万安出来拼啊，他自己心里有数哈。因为蒋万安平常讲这3年多做的真的是很不错哈。你从不管哪一个媒体啊，这哪一个民调机构做的民调都很清楚哈。但因为我有很多的朋友啊，跟亲戚啊都住在内湖南港，我是觉得以高嘉瑜以前当议员啊，他表现还不错哦。在立法院呢，我跟他同一个委员会。他也很认真啊，我倒是觉得他机会还蛮大的。虽然他曾经受过一些欺负啊什么，但我觉得相对在女性里面，我觉得还蛮坚强的一个女孩。佩君。这个民进党在台北市现在的状况，我觉得赖清德有空的时候自己应该开车去绕一绕，看一看他自己的脸出现在小鸡的看板上的面的比例。老实说，不要说坚哥联名看板一大堆，我甚至看到黄捷委员的，我都看到好几个，不同区的都有跟他联名。赖总统多吗？我现在想，我只想到安文山几乎没看，有一个，我现在想到就是一个而已，这比例完全不成正比嘛。所以赖清德自己要去想想看，他的这个中央执政已经变成这些小鸡不敢讲出来的包袱了。那不管他要不要面对这个现实哦，坚哥现在的人气当然是蓝营也不能小觑，这个我坦白说是这样。不过坚哥是不是选台北市长？我想以现况来讲，他确实是台北市民非绿的话，这个排斥感、恶感比较低的人，那甚至还有点亲和力，还蛮喜欢的哈。所以有志在台北市争取公职的这些小鸡民进党的人，想要从他身上期待这些加分效果是可以理解的。但你不要忘记哦，坚哥对人的这个亲和是对人很好，也就是说，你不管党派是怎么样，我们都可以理解说，我也好，志豪也好，委员也好，可能可以跟他进行一些这种友善的对话、良好互动。可是他并不是一个会任人摆布的好好先生的。过去很多在民进党的议题上面，他敢发出一些逆风的言论，那可是这也是他争取到非绿选民那些好感之原因所在。所以政治现实上面，这些台北市的绿营新人要靠王世坚加分，可是我认为他自己心里面还是会有一把尺哦，他分辨得出来哪些人是极隐基层，或哪些是发疯的青鸟。所以大家虽然现在叫他做母鸡出来哦，他大部分都同意，那他也会去帮一些人，可是我并不认为他会是一个无条件包容啊，只要民进党籍我就一定去的。他今天讲的这个4两拨千斤，大家封他为母鸡，他说我是公的。其实我觉得这一句话其实也反映出绿营现在尴尬的现实哦，就是少了一个可以领头的人。刚刚说了，确实表态要参选的只有吴怡农嘛，吴怡农昨天还在被延上因为他找那个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去上他的节目，台派气死了。可是那是民主社会里面其实是正常的互动。
你就算是一个政党，你也可以跟其他不同立场的人讨论理念概念啊。可是偏偏民进党这个台派那些死忠铁杆绿不是这样想的，他们看到吴怡农访问这个小欧盟啦，小名称正欧巴桑联盟、小欧盟的人，他们只会眼中不是看到不同政党的理性交友，他只看到说这就是来分我们票的，你还去跟他这个敌人为伍，他是民进党的背骨仔，所以吴怡农会被出征。我看他现在离被提名参选台北市长那距离感觉越来越远了。其实我觉得吴怡农不错，他上次选举表现的他的风度啊，整个我觉得我对他蛮肯定的。选不选是一回事了，但是你从一个选举可以看出一个人品来。休息一下再回来。他是正。好，从这个柯志恩呢，在高雄那指出这个土方，哎呀，就变成大峡谷啊等等以后呢，行政院立刻说不能乱丢土方然后各种这个来按照新的方法来做，就搞得现在土方价钱大增，很多地下室挖到一半不能再挖了，因为土方没地方去了。就是说你任何的政策，你一定要考虑它的可行性嘛。我一个政策定下能不能可行？如果定下不可行，就变成扰民了啊。那环保律师詹顺贵就说，这是行政院有一个政委恶搞下的内幕。什么意思？就是说把土方可以丢到农地上，可以改良农业的品质、农土的品质，一塌糊涂。所以呢，工程会的主委陈金德当过这个宜兰县长的，就被点名，所以就是他乱搞农地上我们乱堆这詹顺贵指那行政院说，哎呀，这个陈金德只有督导啦，沟通协调啦，没有乱搞啦那督导协调的这很重要啦。那余土回填农地很麻烦的所以国土署说说全部流向有管理它，我们现在杜绝非法的弃置就是流向管理。你到哪里，他们现在装 GPS 然后这个单子要怎样，免得这个乱盗等等那因为呢，土地利益太诱人了，就刚我们谈的新竹就是这样。你现在好的土挖出来，可以做好的土方，可以卖钱，然后把烂东西再丢进去弃置，又可以收钱，两边收钱所以这个土地利益太诱人那这个陈金德北宜高铁又非开发不可当然北宜高铁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了，那说这叫土方之乱，因为陈金德抛出农地改良引起质疑。农地改良你要好的土烂的土你搞到农地怎么会好呢？那现在新制跟旧制有什么差别？这是旧制流向，比如我现在把废土运到哪里，以前是纸本联单有没有纸本？现在呢是要电子联单加上 GPS。其实台北市早就实施 GPS 了你以前在淡水河旁边给我乱倒，基隆河旁边给我乱倒，后来我就严厉要求不行，他装 GPS 不能乱倒，但不能让他可能到别的县市去倒以邻为壑所以呢要全程追踪那现在大家都追踪，那惨了，那到哪里去呢？所以麻烦在这里。第二个呢，以前比较宽松，什么叫废土定义很宽松，现在严格，不能有夹杂物，杂物就不叫废土就叫做废弃物很严格。所以以前一方呢废土大概1200元，现在呢一立方呢是3000元起跳，甚至呢还有说涨到12000元的就贵了嘛。所以将来盖房子什么都贵了而且废土没地方去。那以前市场呢反正就是这样随便混的运作，现在呢有钱都没有人收那个土地，所以工地现在报停工潮所以交屋进度会延，那将来这个建商营造商可能要负赔偿的这个责任所以呢很麻烦所以现在整个废土问题造成很大的问题，就表示政府的无能，政府根本没有全盘的规划，然后呢突然想到要高雄被骂了，想一招就搞得天下大乱真的搞得天下大乱。来，正好。
其实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目前台北是有遇到，就的确因为这个土方之乱遇到非常多的困境啊。大家知道，这个目前大概还有2条线预备，这个捷运线哈，预备要开始要做动工了哈。在公共建设方面，他们就已经在跟我们讲说，有可能会因为废土之乱而延宕他们的工期。那另外小事情，比方说卫生下水道，或者是这个很多道路的修补，当我们在跟市府的局处做沟通的时候，或者人民陈情的时候，他们也会说有可能会这样，因为废土之乱而影响到后面的工作。所以这不是一个目前中央政府该做的事情。就是说，当然你说废土不该乱倒，的确哦，你应该做一些很多的措施或者来防治，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你不有一个很健全、很完整的国土规划先出来，然后来辅导业者来做后续的事情？现在的状况就是说，你也想不出解方，你也没办法说出一套方法，然后就任由业者在做，那当然会有问题嘛，因为他就是必须有地方要倒，那就是没有地方可以倒，好，所以这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要赶快去从这个治本的方式来找出一个解方，否则你说乱到农地，那跟之前的光电共生、余温来盖光电板产生那些污染，不是一样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政府要负起责任，赶快找出解方。来，这个委员。我想这个荒谬至极詹顺贵他是什么人？他是民进党时代，然后曾经环保署副署长吧，民进党他们自己任，大家环团出来，民进党任用自己人环保律师，环保律师嘛。然后他今天他当然没有指明这个政委是谁，但媒体跟一般认为是曾经的曾经提出什么农地改良，把这些建筑物的废土放到农地里面，为什么这样？因为过去其他可能丢什么美浓大峡谷，或者是其他地方也是违法的啦。那像违法的 GPS 被禁止之后，他想要用一个合法的方式，农地取得成本低廉，农地要变更项目很困难。那今天用农地改良的方式，把废土放到农地里面。废土过去有些是放到建筑物里面，底下那个地基等，把它一个填通层，的确是有类似的技术。放到农地里面以后，我们种的这些什么青菜啊，这些农产品下面都可能废土还有重金属，这是哪门子的农地改良？如果真的是台湾自贡农地改良的话，那你出口到其他地方啊，为什么要留在自己台湾，留在中华民国？所以其实它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更多的这样的利益，而且陈金德过去有没有疑义过？当然有啊。他以前在担任这个宜兰县长的时候，代理宜兰县长的时候，他就主张说，我们的农舍不用靠马路边，我可以移进去里面一点点。然后甚至原本追回的时候，原本加征的房屋税，他把它还给别人，说不需要加征这么多房屋税。所以过去他曾经也被这个所谓的弹劾过，在当高雄市长高雄市副市长跟环保局的时候，所以这样子一个他在政治跟政策上其实是私德有问题的人，今天你就说农地改良，然后变成废物回填，反而是把我们国家更多原本只是少部分违法倾倒的地方，我们把它管制好，现在变全部的农地都有可能有在违法废弃物在，这样不是把国家搞乱哄哄吗？佩君，我觉得詹顺贵应该是认为说，这个加强营建土方的管理确实有它的阵痛期那我认为他觉得整体的政策方向是对的，但是偏偏是有人把这个阵痛期提出阵痛方案，然后假借这个扩大量能的名，钻开了这个营建土方可以填入农地的这一扇后门你要大家都知道嘛，这个农作物需要的土壤，它里面的结构啊、成分啊，跟营建工地挖出来的那些土石砖瓦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把它放进去农地里面。眼睛看起来地是填平了，可是瓦砾啊、重金属根本就是有害农作物生长，甚至会毁灭这些农地的生产价值所以赖清德总统必须要说清楚，到底谁在乱搞，土方的利益到底是谁在护？如果真的像他点的很隐晦，其实也不太隐晦这样真的有政委在恶搞，当然不可以沉默去带过对不对？不是自己强推一个目标正确、手段粗糙的政策，然后让这个业者反弹，然后再假借这个回应产业陈情为名，去说服相关单位去开放原本完全禁止的农地作为土方的这个去化场域，还要贴上一个美其名叫做农地改良，这个真的太恶心了。浩辰，所以你晓得，几千年后考古学家如果来台湾做研究，那去挖，好像在罗马挖庞贝城啊，在河南商丘挖那些商朝的遗留下，他们没有办法做结论他会讲说几千年前台湾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啊？从这些东西拼凑起来，它的城市是什么个样子啊？没有办法做结论不过当这一次的这个改革开始落实的时候，那对建商的影响之大，我第一次听到以后，我的下巴掉的比高市早苗还厉害。我讲这个不对原来建商不是很好赚的吗？
啊，为什么一个土方一个废土去路有一点困难，也有一点从严的时候，你想全国工程的速度慢下来了。还有呢，他们的金流发生问题了，就是因为多付的1000块变3000块，这个产生的金流的障碍啊，让他们的财务摇摇欲坠。哦，我才晓得开除派谈呢。真的吗？我们为什么平时的印象都说开除就好谈？到底是好谈还是派谈？你跟我讲哦，听看起来是真好谈一个土方就把他们搞得乱七八糟。哦，这实在难以置信啊！原来建商之所以发财，是靠土方被造被拼赚来钱赚来钱就很好谈，没在嘛来做这道，对不对？不是了，就是说，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了。建商本来现在就很困难，因为行政院为了打压房子嘛，所以呢，房子很多房子什么这个贷款只能贷3成，要自备款7成，开什么玩笑？怎么拿70%的自备款出来？很多这样子嘛。豪宅的定义又很松，高雄说去年一户4000万以上朋友都没有成交，1户都没有成交，那建商当然很惨嘛。那土方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有，是早就有的。所以很早我在当环保署长的时候，我们就鼓励高雄，在高雄港有一部分填海，高雄有一部分是填海的。那你看香港机场是填海填出来的，大阪机场是填海填出来的，所以你要好好运用嘛。当然填海不是那么容易，它有牵涉到环境影响评估啦，会不会造成海洋的污染，也要很慎重了。但是你总要去想这个办法。你就是有这么多土，那填在哪里呢？你要填什么？要不然你就要找一块可以填土的地方嘛。要不然就是能不能填海造陆，你总有一个办法。你没有办法，你就突然下个命令，然后大家都昏了，现在真的昏头了哈。不，老陈，我要另外请教你一个问题哈。台中荣总不是爆出那个神经外科医生让厂商进来参加手术嘛？那现在说是涉及密医嘛？那检察官就要把这个杨梦莹跟陈文玉还有陈姓厂商要声押关起来。那结果刚刚我看法院是裁定100万，2个医生100万交保，厂商50万交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限制出海。检察官不服，当庭抗告。检察官现在抗告，你觉得该不要把医生押起来？裁定是对的，检察官的抗告是为抗告而抗告了。我觉得这个他们3个医生所犯的罪行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一个新的技巧厂商都会先懂。比医生还懂，但医生你要学习你不能放手让他进去做然后我在旁边看这个就违背医学道德跟医学伦理，这个是不可长。但是呢，他们所犯的这些罪行都有录影都有录影，所以这个证据跑不掉的，有违反医师法对吧？对，跑不掉的，所以你声押干嘛？你怕他们串通吗？怕他们这个泄密吗？我觉得都不需要这么严重。我也觉得不应该把医生押进来。不是，还有那个。